大家中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8月20日12:41，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方法论。那好几天没有上视频了啊。上期视频我们讲到历史再创造历史，比特币又达到最高点，然后我说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继续向上，但是行情没有拐头掉下来了，甚至现在掉到长期上升通道的下方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下来以后有一个反抽到下沿这个位置，完了再下来现在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的线，我们往下一个时间级别看一看，会发现什么？它确认以后跌下来，然后波动形态呢，像是一个小区域的 ABCD， 不知道结没结束，但是这个区域从这儿到这儿，我们看一下15分钟线连续的底背离所以刚刚我在这儿这个附近画了一手多单，然后止损位放在这个下方这个下方，这是短期看它走到这个附近有没有可能性，我们看一看如果它要破位，那好，我们再继续观望比较尴尬的地方不太好做单。然后看泡菜指数呢，指标也不是很高，稍微有一个冲高完了再回落，然后相对强弱指数它是形成底背离状态从这儿到这儿也是底背离，小的区域也是底背离。那我们再看一下4小时线呢，4小时线还没有明显的信号但是有一点，成交量还是没有任何成交量市场比较纠结。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川普普京谈判以后，纳斯达克反倒是没有积极的信号，有点往下泻的意思那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刚刚底部跟这个比特币有类似的状况也是形成底背离，往上要转头转方向的意思。之前我说在这个位置止损做空，它下来了有点像 ABC 的这个下来 WXY 看不清楚或者是 ABCDE， 如果这个是 ABCDE 反弹以后继续下来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真的平息了，那黄金的短期的趋势、中期的趋势不见得就是看好所以我之前在这个位置一直都是做多，直到这儿变成了空单这个是有原因的。但是你要操作这个小的时间级别，那就另当别论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做多，什么时候做空，看你的进场点位。我们可以看黄金15分钟线，它全是上下来回摆的这种走势所以说无论你是做多还是做空都有机会盈利，但是那个是短时间级别，大部分的散户他只能是被来回收割，被来回收割的概率远远高于你稳定盈利的概率。哪怕是你在这个区域震荡区域
你来回赚了一些微利，但是你一个大方向弄错了，满盘皆输啊！你就算胜率再高，它也是负数。这就是我说，你的长期稳定盈利不是你的胜率决定的，而是关键的盈亏比决定的。你就是连续10次止损，有一次大的方向对了，你拿住，才是你真正的盈利啊！所以说，这个是经营、运营，相当于做生意买卖一样。所有的生意10单，你不见得10单全赚钱，但是有1单、2单、3单赚钱，其他都是微亏，能锁定风险。关键词啊，锁定风险，有限的风险你能确定，你能忍受，那就好办啊。所以说，交易不是能不能赚钱，不是方向，而是什么？控制风险，还是交易3大基本原则。远期的预期，从这儿它是向上的概率高还是向下的概率高，这是远期预期。然后如果它要是不是这个方向往下掉了，我能亏损的范围是多少？这些好，这个是确定的风险。然后还有是什么？杠杆的合理应用。我们的风险是这些，我们的收益目标是这些，那就是盈亏比非常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资金不够怎么办？股票市场上你要是做空，那就是融券借股票做空，然后你要是做多，在下方你是什么？融资，没有钱，但是用杠杆去多买一些你要做多的股票，借股票，借钱买股票，所以叫融资融券。你反过来，比特币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比特币野鸡交易所甚至1000倍的杠杆都有啊，包括美股黄金的这些，甚至有2000倍的都有。所以你用小的资金也照样能撬动这个杠杆。问题是这个杠杆不是白给你的啊，有资金费率，还有怎么样？你要是用了100倍杠杆，也就意味着你波动1%，你就爆仓了，反方向。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清楚这些东西，然后再去做。你要这个都不清楚，盲目的去杠杆合约期货，那你就是找死，跟赌博没有任何区别啊。那好，这一期我们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标准化交易当中要遵守的规则、原则、基本的常识，交易过程当中要应用到的一些点，这些了然于胸，你才能怎么样把这个交易做好，标准化的去做好，不是每一单赚钱，而是整体稳定盈利。那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